来吧，新玩具 SS86 的通天晓也是我个人来说最近最期待的一款官方玩具。但是呢，开盒玩了以后，我就不该期待。哎，一点一点来说吧。盒子的外包装也是非常经典的，当时汽车人城大战的一个峰会。纸品方面，官方的线稿拉页说明书其实参考的意义不是很大。SS 产品都会带的背景例会，这一次也是汽车人城大战的场面。配件内容有一大一小2把枪、2个肩炮的导弹，以及头上2根天线，在拆盒的时候是需要自行安装的。注意看这里，说明书其实并没有指示。安装天线的底部这里是有一深一浅2个槽的，所以深一点的这个冲前靠着脸颊，后边的这个因为这里有一个凹槽刚刚好掐住，千万不要装反了，不然会掉的。然后还带了这么多的爆炸特效件儿，这玩意儿跟个爆米花的玉米似的，一节一节的也都能拆开，软胶的材质，上面还有涂装的处理，这种烟雾熏起来的效果我觉得还不错吧。但因为这个胶太软了呀，把这根爆米花大玉米插在枪口的时候，它是这样的效果，自然的下垂。前面这坨太重了，这个口又靠这么一点点插着，每一个中间插的地方都太软了。哎呀，袅袅不绝。导弹头也可以拔下来，安插这块，依旧自然下垂。所以2个肩部导弹安这个小的就正合适了。然后来说明一下这一次通天晓我期待的问题啊。首先，哎呀，这个官方现在是真的抠，他做了2把枪，而且是这种插装式的，但是这个桩子太短了，刚刚好插不进第2档。就是哪怕它再长1个毫米，这个枪都可以握得很结实。现在官方的塑料材质大家都知道很软嘛，如果说是这2个圈都能插住的话，这个枪还挺稳定。现在只是靠虎口这1个圈插，来回的晃，松松垮垮的。哎，手心里其实第2个圈设计了插装的一个扣点啊，就是够不着。我一开始以为是大枪造型的关系啊，但是看小枪这里也是够不着，就差一点点。这回的噱头是真不错，胸口这一块完全变形出来之后，你把这里打开，里边的舱门就是2个弹簧，直接嘣儿自动弹开，里边还有领导模块。但握在手里的话，你也就只能拿1个手指头勾一下了。二哥的手太粗了。还有致敬大电影噱头的一些东西啊。打开胳膊，这里边有一个滑道的扣子，就是之前我们看合体战争的那种合体扣子，可以把手臂拆下来。腿部也一样，掀开侧裙甲，里边抠着点红色的开关，里边是有弹簧的。哎，咋跟这儿拽开了？哎，好，就这个意思啊，也是致敬了86电影里垃圾星名场面。哎，我在想啊，如果说用合体战争的4个小车这样去挂，是不是也可以成立？甚至说你可以玩出来大都市发动片的一种编外剧情。守护神的4支成员，如果用合体战争跟这儿挂的话，尺寸应该是一样的。其实这一次的二哥个头真的不小啊，到头顶的身高差不多在23公分左右，到了肩膀最高远也达到了24.5公分。对于一款8加玩具来说，这个尺寸确实可以了，也是可以和 SS86 线的这些产品来配比例的。但是呢，身材方面，也是我在每周刊里边就说，这个肩膀是不是过宽了呀？就显得本身这条线啊，从围城开始就是16:9的压扁身材。但现在的肩膀过宽，也是因为肩部这一块的板件堆叠太多所导致的，就感觉。哎呀，怪不得大家说双开门冰箱啊！侧着看一点，效果还好一些，但又有个关键的问题，总觉得这款通天晓的人形会耸肩，就没有脖子，而且肩膀的这一块锁上边的这些地方的红色边缘太过于突出一个板件的厚度。如果说脖子能加长一截，可能显得人会更精神一些啊，同时视觉的误差也不会显得肩膀那么宽了。所以呢，现在就感觉肩又宽，脖子又靠下，这个二哥的身材总是怪怪的呀。
但是它最棒的地方其实是后背，这个后背的处理相当的干净，比22强出来太多。本身来说，这个背包的尺寸压缩到这个幅度已经完全不影响了，其实可以接受啊。对于通天晓这个角色来说，没有屁帘子，后边也是做出来了水手服的蓝色裙甲，真好看。这后背的造型也非常的还原，干干净净，整整洁洁。所以说，我一直在说这一款模具应该是超越 MP22的存在啊，就如同当年的热破一样，用 SS86 超越了 MP， 这个一点毛病都没有。同样超越的还有它的价格。当年 MP22 通天晓我预定的价格是750块，当然好像其他的版本还有更便宜的。而这一次呢，国行版从一开始预售的时候，好像旗舰店那边是9XX，但肯定是没人要啊。但是后来也有一些其他的店铺了，价格开出来是7XX左右，所以它基本上和首发的 MP22 的价格几乎差不多。这就是个事儿。你看现在的官方玩具啊，一个8加线的产品跟曾经的 MP 线的产品价格都差不多了，也是，嘿嘿，太狠了。你这是诚心玩我，我就是玩你怎么样？但是价格上去了，它的品质又如何呢？这又说到了我期待的东西啊。看这个尖头其实是完全贴合到位的，这块板子没有问题。但另一边摘下来导弹，这块板子嵌不到位，就算扣进去会弹回来，为啥？肉眼可见的这个轴歪了呀，而且这个根部已经出现白痕，这个开合就这样。它这个地方官方，哎呀，你关键的时候咋不用扣点了呢？直接是穿轴穿进去的，你用凸点的轴都比这个强啊！凸点轴它就不容易穿弯了。现在好，你这回不省成本了是吧？一个轴穿进去，你给越南人干这个。这块明显低了太多，所以导致了这块盖不回去。哎呀，关键是这一回手上的这一款还不止这一处，剩下的2个点等变形的时候，我们看啊，都快有点影响变形了。可动方面，头部是球形关节加脖子，上下抬头幅度也很大，肩膀齿轮关节还挺清脆的，360度，很爽。平举胳膊，这里会出现脱肉，没有腋窝，是从这里直接折90度上去，但这个肩膀刚刚好卡不到脑袋。二头肌可以旋转，胳膊肘这里也有齿轮，但是是磨点的，可以折到90度。手腕稍微有一点点旋转幅度，棉手套是3指连在一起，2段关节，大拇指不可动。腰部有独立旋转，但没有弯腰。前踢齿轮关节竟然撑得很稳，后踢也没问题。侧踢是轴，紧实度可以。大腿根部左右可转，膝盖是齿轮关节，还是双段的，变形的需要可以稍微的多折一点点，大于90度。脚踝正脚面左右接地，所以这款通天晓如果没有做工问题的话，它绝对是一个非常棒的设计。我觉得从各个方面来说都是超越 MP22 的存在。虽然说它肩膀这个地方有一些宽，脖子有一些窄，但对于现在的产品来说已经都是小问题了呀。16:9的统一身材已经是这样了，反正后续我觉得配件包再改的话，就是加个脖子吧，胸这块是无法缩窄了。腿部因为这里是可拆卸的，其实可以试着把大腿加长，就显得这个通天晓会更加的帅气一些了。那么我们直接开始进入变形过程。刚才的导弹我们已经摘掉了，小臂打直，掀开盖子 ，Z 字折叠，收纳，顺着后边的关节180度翻转过来。同时，肩膀左右的2个造型零件形成锁扣，把它夹住，固定好。二哥长袖扇舞出现了。前方这个 Y 轴的盖子，哎，你折到这面反而可以折得过来。同时，在这一侧里边还有一个挡肉的小片儿，把它翻起来，堵住。那一条胳膊就处理成这样了。翻到上方，打开肩部红色的2个锁扣，整体肩部这一坨板件 Z 字全部折开，左右这2侧的蓝色板甲抠开，中间锁着的位置，这里出现的插扣结合，
锁住。这块锁的会非常的紧。接着整体胸甲下方卸开2个大插扣，再往上抬，穿过脑袋，背后这里打开这块盖板，左右2片白色掀开，再把这块立起来，从里边掏出来车的前脸，翻起大玻璃，往上立，同时往下压轮子，在腾开这些空间的时候就把轮子折出来，开始拼合车头，2个烟囱立起来，脑袋顺着这个洞先钻到车底下去，然后把这片红色的盖子翻出去。注意红色这里有2个定位的扣点，在折下来的时候折动双关节，把这2个扣点先对准，再把车前脸插扣放上，左右盖板锁扣定位。好了，也是非常简单的过程，这个车头就拼好了，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复杂，也不需要拆太多的片儿，一个里外的反折叠，车头完整性还很好，变形起来也很简单。哎，这块设计的很妙呀！翻到底盘来进行滑道的拉伸，左右轮子翻起来，然后又出现了越南代工的 Y 轴，这里明显的细，这里粗，就是哎呀，穿这个轴又给你穿歪了呀！就不管怎么调整，这一边都是离了歪斜的，要不这一头大，要不这一头小。哎呀，本身来说，根部这个转轴转过来，这里是有一个卡点的，但是因为轴歪的关系啊，这块就掰不过来，怎么使力都不行，而且不敢硬掰了，这个比较薄弱，这地方如果太使力的话，我担心会白痕裂掉。为啥另外一边就很顺畅的掰过来，很直？看，这才是正常的穿轴。这一边越南人，脑袋往后双关节，脖子折一下，通过脸颊旁边的2个凹陷和红色盖子的2个插扣搭一下。这里其实插不住啊，只是定个位置。红色里面胸板这一块，先把带有白色车灯的位置折进去。这块旋转180度，裙甲再往上翻180度。膝盖从后面看，其实这里的双关节下方的这一段是有卡点的，所以我们要进行一个反 Z 字，先把下方的这一块90度锁住，再把这一块往起翘，折成这样拖下来。白色盖板下方和红色中间有插扣，打开这里90度，通过齿轮关节立起来。此时我们就可以把2条腿中间的扣子结合，先定一个位，里边的红色盖板双关节往上翻，同时锁扣锁在了腰部的蓝色裙甲上，形成一个带有斜坡的跑道。哎呀，很巧妙的设计啊，非常简单，让我想起来叉社那一款，也是把这些板子都团在了小腿里，但是那个折的就太过于多了。这回的官方的这个设计简简便便，很好。来，接着再看越南人，这一侧扣子90度立起来，同时一个滑道要推到底，进行锁胳膊，而另一侧呢，90度翻起来，就卡住了，这里就差1毫米，滑不进去。为啥呀？为啥呀？为啥呀？为什么？哎，这一面就非常轻松就滑进去了。这一面就卡死了，就进不去。所以难道是这个轴里边这俩长短不一样吗？难道是这个上下装反了？我不知道啊，但是对于越南的做工，我一般来说都是大受震撼，且完全不相信他们的手艺的。所以这个绝对是组装的问题。这啥呀？这啥呀？这是啊！下一步，我们把2条胳膊左右夹起来，注意根部这里往上折的时候，这里有一个卡点定位，把它扣上，中间所有的扣点进行插合。其实理论上来说，我们从 MP22 的概念中了解到，大枪是可以收纳在这儿的，但是这里看似有2个圆豆的扣子，但大枪上边其实并没有原装，枪不往这儿插，小臂前方和这里插合。你看这一面变到了位，
这刚刚够得着。另外一面它就错着1毫米，这里没变到位，所以你这儿强行插上去以后啊，你的车其实不是方的。从上方看，这个框架不是方的，而是一个梯形，就这块会长出来。所以你算完全变到位吗？我已经尽力了。也是因为这一块的关系，导致了最后这一片蓝色板件翻开，你挂这个漆形钩的时候就困难了。看，刚好差了一点点啊！你要强行扣上呢，倒是也行，但它会第一个弹开啊，第二个你强行勾的话，这是个漆形钩，这里受力太大了，所以我们放这儿就行了。做工问题导致的没变到位，你看这一面拼合的多好，挂上去以后完全不会弹开啊，非常舒服的就上去了，插得很好。另外一边呢，这里揪着就啊，为了省俩糟钱啊，天天让越南人整这个活，你哎呀，你迟早让越南人玩死你。最后还有一个小细节，后轮这里白色的零件是一个双关节，我们往下搓一道，让这个轮子边露出来，它不是滑道啊，它是一个 Z 字，里边再卡一下，这样就露出来了边儿。这个比滑道做起来更稳定啊，也是用里边的另一面造型把这个边缘掐住，就压不下去了，很好啊。车型状态下，导弹只能搭在侧面啊，就无法像记忆玩具那样插在前方了。然后当你挂在武器的时候，你会明显的感觉到武器这侧面有一个透明没上漆的地方，这个明显是个扣子，对吧？我们怎么想都觉得这个是扣子吧。我试着往这个洞插，看似尺寸刚刚好，但是进不去，也别愣插了，它宽。这做这俩是干啥的呢？点缀吗？还原吗？保熟嘛。但官方的指示说明让你把这两把枪插在这儿。哎，好吧，我觉得就是设计师想尽量和 MP22 不一样。整体来说的变形过程还是非常流畅的，一点都不复杂。其实如果你有 MP22 玩过的话，你会发现这一款 SS86 的通天晓和 MP 的通晓天，对，没错，当时就叫通晓天，它的步骤是差不太多的。所以现在也是在这款上边能体现到设计师的一个诚意感，我觉得这个设计真的非常棒，把玩起来甚至比当时的 MP22 要强出来太多了，真的还值得把话撂在这儿啊！这一款和 MP 自家的放在一起看，这个就是比 MP 的强。从变形到后背的干净程度，到整个体态的一个审美观，虽然这也是16:9的身材，再加上它缩脖子、耸肩膀，也比 MP22 那种臃肿感来的好看。给我的感觉，在 MP22 的时期，它应该也是为了保证一体的变形，再加上和 MP10 同样尺寸的车头，实在是很难收纳。这个咱们得划分两头说啊，也是碍于当年的那个设计能力啊，所以其实现在经历了这么多年的产品迭代，设计进步是必然的。但最后这款产品呈现出来的素质呢？你凭啥定一个900多的价格？哦，900多没人买了，你才降到700多，你这个品质值那个价吗？虽然说你的设计确实不错，我真的非常喜欢这款的设计，但是大家也看到了这款的做工是什么样的水准。这就是 MPM04 的级别呀！对得起我们吗？是你吗？一款变形金刚的玩具，因为做工的问题，导致了最后变形都无法密合的时候，那它再棒的变形设计逻辑，在这个做工面前也变得一文不值。而这一波的奸商导演们可能也是看中了这一款通天晓的设计确实很棒，所以在刚公布的时候就开始疯狂的炒作。让他炒去呗，就这个越南的做工，你再炒能炒到什么样？又是一款被越南人毁掉的好设计，真的不错，我真的很喜欢通天晓这个角色，也真的很喜欢这一次的设计，但就是因为我嘴欠的，你说我期待他干啥？就期待了个这。那么得嘞，这款新产品就是这样了，稍后咱们再做逆变吧。